CNN 为中国某位钢琴家鸣不平，可钢琴家又不是情报人员，要保护自己的人，何必把水搅这么浑？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两天呢，有一位著名的钢琴家又被朝阳区群众举报，然后拿下了。其实演艺圈里边出这种事儿啊，咱们吃瓜群众早就习以为常了。只不过是好奇一下下一个瓜是谁的，所以呢，这两天网上的流量基本上就围绕这么个具体问题展开。但是就这么点事儿，居然能够让大洋彼岸的 CNN 有了一个特别的感受，打算呢要为这位钢琴家造势了。他们把这个事儿呢计划是扩大化，说中国政府啊经常利用某些人下三路的弱点打击政治对手。我一想啊，CNN 这不就是把这个钢琴家说成当年的薛蛮子了吗？其实也就是个行政拘留，而且相关新闻报道的语调呢，也是劝人改过的味道，一点政治背景都没有。结果让 CNN 这么一说，钢琴家的问题就从下三路被变成了上三路，这才是无妄之灾，活活让这位钢琴家被 CNN 坑死了。另外一个消息呢，有点类似，就是解放军在媒体上呼吁要对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外国间谍打一场人民战争，让他们寸步难行，无处藏身。这事儿 CNN 也评论了，不过 CNN 的文章里边明面上倒没说抓间谍，不对，他们说的是中国这么干有可能把一些发表批评性意见的人不分青红皂白都当间谍抓了，然后呢谁看谁都是行走的50万，谁看谁都是间谍特务。其实呢他这个说法呀真是替我们瞎操心了，不排除我们当中呢有些群众确实会有情绪化的时候，会把一些善意的批评当成是反华言论，但是也不要忘了，一方面咱们中国共产党历来要的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善意的批评都听不进去，那还能算是党员吗？另一方面，群众的警惕性高了没事儿，就算是举报错了又如何？有关部门经过核实，还是能够把事情搞清的。特别是我们的安全部门、情报部门，也不是闲着没事干，非要给自己找这么多不必要的工作。倒是美国自己这几年对反间谍工作的扩大化，实在是有点过分了。尤其是对那些去美国的学习工作的中国人，是不是最近太过敏了？动不动就说中国留学生是间谍，那个可是特朗普干的。而且呢，不要说中国有朝阳区群众，美国那些红脖子民兵在某些地方可是怀疑谁就抓谁的，拿着枪就上门。而且在中国，就算是美国的情报人员，我们也不是都要抓的。情报工作里边绝大部分毕竟是开源情报信息收集，这个呢凡是学过情报学的都明白，很多老百姓可能是不知道开源情报信息是什么。这是情报人员最常见最普通的工作，其实就是日常大量的看电视看报纸，参加点博览会，逛逛商场，逛逛公园，就是在中国老百姓当中做一些普通的生活。只不过专业人员在普通生活中的日常信息中就能够归纳总结出很多有价值情报，一般人只是看看就过去了，怎么去分析根本想不到。这种情报工作是合法的，而且大家都在做，只要不是用非法活动窃取中国的涉密信息，我们中国可谁都没拦着，因为根本也拦不住。而且呢，有的时候为了防止发生误判，导致一些不必要冲突，让对方了解一些真实信息，双方情报部门有些沟通，也都是情报历史上常有的事儿。只不过呢 CNN 这回自己可能都没想到，他对钢琴家的这一段报道其实也体现了事实的另一面。如果真是一个反华势力人员散布过一些反华言论，而偏偏是因为下三路这种事儿才被抓，那恰好说明中国社会舆论管控还是挺开放的，至少没让你因缘获罪吧。至于说 CNN 或者是 CIA 着急想保护自己的人自己的势力，怕自己的人被一锅端了，那就应该管好自己的人，收集情报可以，但是要在合法的方式和合法的范围之内。再有呢，就算是真的怕被抓住什么把柄，可以在来中国之前先把葵花宝典练了。现在在美国当4星上将不也流行这个吗？关于 CNN 和钢琴家之间的这种感情纠葛，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